2026年对于 M43系统来说是一个复兴之年。重出江湖，重出江湖，东山再起。大家好，燕平 Mrs， 我是 Gary， 今天介绍一下相机，重点来说就是 M43系统，它就是主要有两个厂商，原来的奥林巴斯，现在的叫奥之新，还有松下，这个两个厂商发起的一个联盟。它是因为那个相机的 CMOS 底是4:3的，所以叫 M43。它这个底的大小呢是比全画幅还有 APS-C 都要小的。但是比1英寸比那种手机电子的肯定是要大，是这么一个系统。组上确实也扩过包括相机群，尤其是镜头群非常丰富。历史上应该出过100多个镜头。然后相机主要就是以奥巴加松下为主，也有一些其他的厂商。因为我个人是用 M43系统用了10多年了嘛，包括这就是我的第一台 M43相机，是奥林巴斯的 EP5，比较沉甸甸的，但质感非常好，已经10几年的相机，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那种不锈钢的那种吧，就外表，无论是外表还是性能还是 CMOS 里面，我觉得都非常现在也经常用，有时候接孩子放学，对吧？拍起来都还比较方便。因为自驾过程中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文物古建，或者说是一些景点类的拍摄，我会用这个比较多，也是奥林巴斯的。然后镜头这个也是人类的光学奇迹啊，奥林巴斯12100等效的全画幅280/200，并且它是一个 f4 恒定光圈。然后你等效全画幅200毫米，它的这个拍一些古建建筑类的也都比较得心应手。所以我对于 M43系统是非常信任的，镜头也越买越多。包括这种，你像这个是松下徕卡的1260，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镜头，有时候也会用。像松下的14140，这个也是，你等效全画幅的280才这么点儿，非常轻。就是尽管它的光圈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强光环境下是完全够用的。所以在这几年有很多人说 M43系统越来越不行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尽管新的相机越出越少，但是老的镜头、老的相机一直到现在来说，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的便携性、它的防水性、耐操度，我觉得是比较够用的。今天拍这个视频一个契机是来源于最近这几个月，我越来越多的感觉到有不少厂商又重新关注到这一块了。就是从去年年底，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小米好像弄一个那种磁吸的模块，那个模块可能是 M43系统，包括最近我看那个松点可能要发布新的这个设备，找一下它的宣传图，因为它2月加的 M43联盟，然后新的机器这块就很像那种大小尺寸都像 M43， 有点像一个比较安静的池塘，原来就是奥巴和松下在里面，相对来说也比较闲适，有一些新的玩家能进来，这就挺好的。无论是他们出一些新的相机也好，还是镜头也好，都是能把这个系统能引入到一些新的关注度。而且 M43系统它的基本素质是完全不差的，尽管它的底是比这个全画幅 APS-C 都要小，尤其是它和 APS-C 的对比，对吧？ APS-C 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巧的设备，但它底大，在弱光环境下会更好，这是它很多人觉得 APS-C 长期来说会取代 M43但我个人来说不会的，因为 M43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卡口联盟，尽管只有奥之新和松下这两家，但是它的所有的标准卡口都是一样的，底也是一样的。它有点像是一个就是计算机程序这块的一个开源的系统，有一点这么一个属性啊，只要你进来我就欢迎。但是你像 APS-C 这一块，它的卡口联盟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像富士，然后索尼，对吧，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像卡口比较火的现在 L 卡口，
L 卡口松下也参与嘛，但 L 卡口更多是全画幅的，APS-C 这块也相对来说是小的，所以你同样的 APS-C 的底，它有很多个卡口联盟，但 M43 的底它只有 M43 的卡口。所以这样也有一个结果，就是 M43 的镜头群会越来越丰富，更不用说是越来越多的有新的厂商能进来，并且 M43 系统我觉得它是有它长期不可替代的优势，比如说便携性和防抖性，又兼顾了专业性，它的这么一个定位在越来越大家注重小型化便携化的一个环境下，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甚至是很多场景下 M43 我觉得是全画幅也替代不了的，比如说是一些需要很强机动性或者说这个灵敏度的一个环境下打鸟，对吧？拍山景，然后甚至是一些体育摄影。你像我的这个老奥巴 EM1 防抖性能都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 M43 这一块是它的基础素质是不错的，协议是开放的，并且我发现这几个月越来越多的国产厂商关注到这一块了。一些消费级的应用，比如说像一些 M43 卡口的桌面录像的设备，这个是肯定它是不在话下的嘛。然后包括像无论是小米那种磁吸的设备，还是松点或者其他的国产的厂商，他们也有传闻是出独立的 M43 的相机啊。那在这种环境下，加上 M43 的镜头群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2026年在有新的厂商进入、有新的设备出来的背景下， M43 系统会迎来一个小的繁荣期，因为有这么多的镜头群，这么好的一些基础的优点，应该会越来越多的，还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包括我前几天也看了一个松下接受这个海外媒体的采访，当时他也说是对于松下来说 L 卡口和 M43 卡口这两条路是都要走的。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因为 M43 联盟已经定下来，那在这个联盟下去欢迎去迎来越来越多的新的玩家进入然后去生产新的设备、新的镜头、新的这个应用场景，可能是这个 M43 越来越繁荣的一个好的机遇。在这种机遇下，我觉得无论是松下还是奥巴，或者说现在的奥智新都是应该会去持续经营这一块的。所以我个人认为2026年对于 M43 系统来说是一个复兴之年。如果说真的判断有问题，对吧？未来很多年回头来看， M43 确实是一个不太行的系统，但因为它的镜头稳定性啊、设备还是存量还是不少的，我觉得，对吧？你像这种相机，它用个10年8年的，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 M43 我觉得也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之前很多的照片更多是加在视频内容里面，后续我觉得一些平时用 M43 拍的照片，偶尔也会去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订阅关注谢谢，拜拜。我向你保证，我这个人口碑还是很好的，完你就慢慢跟我处。